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言福众生业感品第4。这时呢，天界的四大天王从座上站起来，合起双掌，恭敬地行礼之后，问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地藏王菩萨从远久劫以来呢，一直到今天，发了那么大的宏愿，度了那么多的人，可是为什么地狱里头还有那么多人没给度掉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您给我们说说。”佛告诉四大天王说：“挺好的，真实在呀！你们问的这问题哈，都是实打实的问题。我现在为你们说说，同时呢，也为未来世界的有缘众生能说清这个事儿，大家就会受益的。来说说地藏王菩萨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如何运用他的这个大智慧、大神通力来救度这个世人的方法，还有慈悲怜悯度脱众生的。”四大天王说：“非常感谢世尊，我们乐意听。”佛就告诉四大天王说：“地藏王菩萨从远久劫以来，一直到现在一直辛辛苦苦在度化众生，一直到现在还没完成自己的大愿。因为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心不愿意看到众生受苦，同时也看到未来无量劫中，就是未来的长久的这个世界时空之中因为这个众生作业的这个业，他那一生没有完全了了。在我的理解呢，还有他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个意识，其实并没有消除呀。你哪个出生的孩子等长大之后，几乎都是贪财好色无恶不作，就是有教养的人，不直接杀伤樵掠，也会能够自我贪执一切以我为中心还是这样子的。但一个人新生人生出来之后，很少这个孩子一生出来他就是一个菩萨，就大慈大悲，很少这样的。先是学会的是自私，要很高境界的学习之后，才可能是有利他之心。所以一般一个人都是先利己，因为我不为自己我会饿死呀。这就是这个一切生物存在的本能所以动物植物都在争，人呢更是争，就是为了自己的存活其实这也是一种叫做六道以内自然的规则，它不争就会被饿死。包括对无论吸收阳光也好，养分也好，土壤也好，工作也好，这个食物也好，它都是要争，为了吃个东西让自己生存下去，所以天天和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也在作恶，也在杀生，就是为了养活自己。这份养活自己都已经很难了，但更不要说是养活他人和为了他人所以为了他人获得利益和幸福，这作为一个人来说通常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地藏王菩萨就是长久若干世以来除了救妈妈就是救众生对，他发了愿就去做，对，一直在这么做，连绵不断的。这个四大天王问：那他天天这么救，为什么地狱还有那么多人呢？因慢，我所理解的根性，就是人类这个世界当中，你之所以转生成为人而不是神，在一般的天界不达到至高无上天界的时候，在六道以内的天界，比如说忉利天，有没有欲望？有吧，他只要吃就是有欲，他那个世界他都有欲，这个欲只是说越高他的欲越淡，所以人类呢更是有欲望，对不对？有欲望，还有很多叫分辨之心，因为有了分辨之心，就有了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个我一看我就爱，那个我一看就恨他。你看就有了这个差别，几乎对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我喜欢我不喜欢。你看人家现在吃西餐披萨，是吧？我吃个大白饼子我喜欢你那个披萨，我喜欢你那个漂亮的裙子，你看我还是穿个破牛仔裤，都是有喜欢不喜欢。所以这个呢是人的根性。所以地狱为啥不空呢？从根来，因为你转世为人，
既有贪欲，转世为哪怕忉利天的神还有贪欲，因为你没有到那个世界，尤其是东方净琉璃世界啊，或者西方极乐净土，他就没有了贪欲啊，所以他才无忧无虑快乐，而且这个寿命与天、与世界、与宇宙是同等的寿命。所以回到这个内容之中呢，也因此发这个大愿，要在地球的六道之中的这个世界，我要用各种巧妙的美好的恰当的方法来度化他们。佛对四大天王说地藏菩萨如果遇到杀生的人，就给他们说说这个来世你会因为这个杀生这个行为呢，你会容易短命，有这个报应。那如果遇到喜欢偷盗的人，他们就会受贫穷的惩罚他会成为这样的果报，未来就受穷。若遇这个邪淫者呢，将来做这个鸽子和鸳鸯之类的这个鸟类。今天大家说的鸽子和平鸽鸳鸯以为是一种欢喜，其实这里所寓意是指什么？禽兽不如。禽就是带羽毛的这种小动物兽呢就是四肢爬行动物，而不是什么高贵呀、美丽呀，没有这个意思。这就是邪淫的果报若遇这个恶口者，就是说眷属斗争报。说若遇到这个恶口伤人的，将来他会造成就家庭不和，亲属之间呢互相争、互相打，就得到这个报应。若遇这个恶意毁谤他人的人有很多人就是倒闲话，就是污蔑别人、侮辱别人，说这种坏话污蔑人的人，他们将来就会得到的果报呢，可能是舌头短，或者没有舌头，或者舌头会烂掉，或者口腔里头总生疮。若遇到这个总是发脾气的人，他们将来就会得到的报应就是相貌丑陋，甚至是身体有残疾，这个报应。若遇到小气吝啬的人，就特别抠门吝啬的，菩萨就会给他讲这个道理，就是你将来你想求任何事你都成不了，所以将来就是你事事不顺。就是遇到这个饮食没有节制的人，胡吃八喝，说戒酒了又喝醉了，说吃饱了之后还拼命再吃，说你谁也不能说我胖。那这个当这个饮食和狂饮没有节制的失控的，那么将来呢就会容易到那种没有饭吃，又饥又渴的这个果报，而且呢还容易得到咽喉方面的疾病，乃至到无法吞咽的果报这可是要小心这都是很具体若遇到经常打猎而且是故意去杀生的长期打猎故意杀生，就会告诉他，你将来有一天你就会有一天你的精神会失控，或可能就是疯了，狂躁症，甚至是想杀人或自杀，最终不得好报在早些年10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医生，是个老外晚上周末的时候，因为他其实给人看病也挺累的，这个外国人工作又比较认真，他这8小时是真累得慌他有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几个医生朋友走打猎去吧，他不觉得打猎是杀生，他觉得是好玩，所以就走吧。他也不知打过多少这些野生动物了所以有一天看见一只梅花鹿，就瞄准打砰一枪一打呢，这子弹没响他这猎枪嘛，他就觉得这什么质量换个子弹，换一个子弹上来之后，那个鹿还在那儿没跑呢，鹿没发现他，砰一枪可响了，可响的把他炸得天昏地暗的，那个枪管爆炸了，那子弹没射出去，自己在枪膛里爆炸了那一醒过来之后发现枪也飞了，就自己大拇指少了一个，就右手大拇指给炸没了。他是医生出身，他立刻清醒过来之后，我的手指头在哪？赶快找回来。找回来，他医生嘛，我回医院给他缝上去。他那个旁边看的几个医生吓懵了，赶快帮他找手指头。等找回来之后，
就尽快的赶回医院去，给他标准式的缝上。缝上1个月之后，又给他切掉。怎么回事呢？哎呀，把他痛的呀，痛到求死不能啊，求生不行啊，反正入地无门呐，就是反正是没路可走啊。那医生他都熟悉啊，他也是老医生了，说还得切掉吧。说要不转个面儿缝上啊，缝了的时候还疼，再转回来再切了再缝上，3、4回。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手指头也就没有了，所以最后还得切掉。弄几次之后，这个手指头变黑了，就坏死了。如果不把它切掉的话，最后可能切这个手臂的。就是这个手指头没了，我怎么认识他呢？他还疼。一般止疼药根本没办法，所以给那个癌症晚期疼痛的人用的那个海洛因什么之类的，杜冷丁、海洛因之类的，那个胶贴贴在这个手臂上，止痛，像吸毒一样。最后他就染上毒瘾，说几小时必须换这一贴，这个药吸的没了，吸了就再贴，再继续，那就用其实麻醉的方法让自己感觉不到疼痛。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4年了，没有一刻不痛的当然好消息是，遇到我之后，我呢先给他念佛，完了之后我给他用法力治了3回，他的疼痛就消失了。但是呢，疼痛不痛了，但是贴这个毒品呢贴上瘾了。他说不贴的难受，不贴就光想打人要发疯，就这个弄的他们给他减量还又受不了。你说这都是杀生，他杀了多少生啊？他枪法准啊。这是我认识的，恐怖吧？我还认识一个特别熟悉的，是一个老弟子老郭女士啊。当时我30多岁，她可能60来岁了，所以我们叫她老郭她家是东北的。她那个地区她的家乡就大兴安岭后头那大树林子。她父亲就是个猎人。他父亲到7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就疯了。疯了之后，经常是光屁股往外跑，完了之后跑的时候手里拿个东西，就是一把猎枪，他们家人就得跑着把他追回来，如果弄不好，他拿猎枪就打你。有一段时间呢，他那个犯病犯的比较轻，就是基本正常。说过年了，亲戚朋友都来了，爸爸的妹妹过年回娘家来看他，说老哥哥身体不太好，脑神经不好，来看望看望，安慰他一下，是不是就好了？他给人吹牛，你说我那个猎枪，双管猎枪，说我都不用瞄准，啪一，是吧？这一甩那个枪的方向，那个动物就给撂倒了。这你看我枪法多准那小兔子机灵不好打，对不对？它小体积小，我一样，只要我对准它，它就跑不了。可能也是真的吧。他说就拿那个专门就是擦枪的那种长条筒，猎枪子弹是装到枪管里的，里头有没有子弹你能看得见，子弹现在没有因为他疯了，子弹早藏起来了，对不对？他在擦枪管呢，拿那个小木棍不是小棍子，铁棍就捅那个枪管在擦，根本就没子弹，对不对？啪，合上之后说，就是对他妹妹说，你就是那条大野猪。我啪一枪，结果那个枪就真响了，把他亲妹妹当场肚子打个窟窿，当场他妹妹痛苦而死。一看把妹妹打死了，他那精神病又犯了，又光屁股跑了。跑到哪里？跑到山林里头，像小兔子一样趴在树下，往树根底下拱，往树根底下钻，见洞就往里钻。他一发疯就是说，你杀了我一家30多口就是你能感觉是有的就像一个兔子来报复，有的像一个梅花鹿来报复，有的是狼来报复。他发出的声音、表情和说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动物被杀的那种对他的报复，也挺奇怪的这种病，挺奇怪，我们也不太好理解就像佛所说的这样子。
哎呀，真是，并且很麻烦的什么呢？老郭的有几个孩子啊，身体还凑合，可是他这几个孩子结了婚之后，他的第3代，他的外孙、外孙女，几乎身体没有一个好的，都是先天性的一些严重的疾病，非常的恐怖，它会祸及到后代这件事情。哎呀，所以啊，不能去刻意的去那么多的杀生。你平常餐饮之中有了一点肉已经很奢侈了，千万不要再刻意杀生。好了，再接下来哈。所以，如果在家违逆父母、打骂，甚至是伤，或是害，或是杀死，将来会遭到天灾的惩罚。比如说打雷啊、地震、掉进水里啊、屋顶塌陷啊，甚至是从天上飞来个石头等等的情况，都要你的命，叫天杀，叫被天杀啊。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哈。现在很多孩子哈违逆父母，小时候不懂事就算了，你现在懂了事之后，就千万别这么做啊，会遭天杀的。就是若遇到故意烧毁山林的人啊，这个罪过大了。一个是树木花草都是生命，说众生，大家觉得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嘛？人只是众生之一而已，是若干种众生之一啊。这些草木都是众生，这是第一种大类的啊，就是植物类生命。那一个大山林，那多少植物呀？第二，要有多少的动物和昆虫依赖在这个树木、山林、花草之中啊？所以，一个山林被烧、被点燃之后，这个生命啊，被杀的是无数呀！一座大山就杀死无数的生命，所以这个也很严重的罪过。就是说，将死会，比如突然精神错乱啊，什么癫狂，最终导致因为这样像精神病发作的死亡报应。若遇到无论是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残酷的虐待孩子、虐待子女，说将会到转世后反被子女打骂的报应，那么来世可能投身到畜生道。有很多不是不能打骂父母吗？他是这样的转世：如果你转世到成为一个农民家的耕地的牛呢？你不走路，不耕地，通常上去就是一鞭子。很少有人把大牛当宠物养，对不对？你在贫苦的国家，那狗也没有人是成天抱在怀里，专门喂这个点心那个干粮，那不可能的。就是成为畜生道，一定是受罪的啊。这里是指的是为父母者，无论是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还是后养来的，你不能故意的用残酷的方式去虐待子女。如果虐待这个，未来你转世之后会成为子女合法的打你，就是你成为他的动物畜生啊，打你没人管。但是你心里话，比如说你成为一个老牛，我是你妈或者我是你爸，那谁知道啊？你发出音只是哞一声啊，对不对？一样挨打。这若遇到这个用种种的不同的工具捕猎各种鸟类的人呢，要为他们讲述将来可能有骨肉分离的这样的报应。乍一听骨肉分离，就觉得没有啥吧，我都不敢讲，太恐怖了。但比如说，是吧？光目女，她的妈妈转世，你好不容易养大，刚大一点，才13岁死了，这也是骨肉分离吧？对呀。或者被人绑架了，对啊，还有很多小孩子长到几岁被人给偷跑的，都有啊。对，这个很可怜、很恐怖的事儿啊。这个若遇到诽谤佛法僧三宝的人，就会可能眼瞎、耳聋、哑巴等因果报应。
啊，这千万是嘴下积德呀！你可以不信，但是不可以诽谤啊！佛法僧三宝以及好的修行人，在原则上说，你就不能有任何理由去诽谤任何一个人啊！千万别，你都会得因果报应。这何况是修佛法的人啊！修佛法的众生，通常都是心地慈悲善良的人。今天你可能有权利，你可能有势力啊，去惩罚他们啊，辱骂他们，冤枉他们，但是你会遭报应。我们那些砸佛像的人有一个得好报的吗？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都是疯子，对，并且对他后代而且还不好。就是若遇到这个藐视佛法、怠慢佛教的人，将会永远的不会脱离地狱和三恶道，永远脱离不出来的。这个是很恐怖的。这个三恶道里头没有一秒钟是好时间，全是受到极度的痛苦惩罚。若遇到故意的损毁或私自占用修行者的财产，或者是包括偷盗哈，还有这个三宝，这是佛法僧，就是比如说寺院的僧人的修行人的这个财产的人，说呢，就告诉他，你会在未来永远千百万亿劫当中，永远轮回在无间地狱。那也就叫永世不得翻身与解脱呀，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让你把你给赎出来的，啊，就是这么大的恶果。所以大家在诽谤修行人的时候，你也要明白一点，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若遇到破坏僧人，无论是男僧人和女僧人清净的修行，这是指玷污、奸污、奸淫等或者是破坏与污蔑的这个修行人的，将会永远轮回在畜生道乃至到地狱。若遇到用开水、用火、用刀斧伤害生命的人，将会轮回流转，相互烧杀的报应。这个很惨了，就有点像那个江湖剧是吧？今天你把我杀了，把我爸爸杀了，我要练武，我要报仇，明天我就杀你结果他爸爸被我杀了，他儿子又来杀我，轮回果报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但是你也不觉悟，就一直相互残杀下去，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两败俱伤若遇到破戒破斋的人，将会投生到禽兽道中挨饿的报应。若遇到浪费的不知道节约的人任意挥霍的人的未来呢，得到的果报是什么你所求的都没有，那这是贫穷至极呀。若遇到这个自高自大的仗势欺人的，将来可能转生成为下贱的人，任人使唤，任人打骂，这样的报应。若遇到了这个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或者凶悍骂人的，将来呢就可能会成为这个没有舌头或者是以蛇为生的畜生道中去，这样的报应。比如成为这个蚯蚓这个黄蝇鸟鹦鹉、学舌呀，就是它靠舌头谋生，或者没有舌头的。这就是若遇到这个有邪见的人邪说邪见的，将来呢，你就会到那种非常的偏僻偏远、荒蛮不开化的，又没有文化，又没有饮食，又没有足够的生活的这个环境。像以上所说的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由于这个身口意，身就是行动嘛，口是说嘛，意是思考身口意三业所造成的这个果报恶果，形成百千万种不同的这个报应，
太多了每个人因为这个果报不同呢，所以所受的苦也不同。所以这里呢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像这样的多种的多样的地球世界的这个众生就根据造业情况的不同，刚才我解释了因为会得到不同的果报嘛。地藏王菩萨总是以他这个大慈悲、大智慧和神通力，千方百计的去教化、引导和感化他们。凡是犯了以上种种恶业的众生，先是受到像上面的种种的报应，之后还要被堕入到地狱中去，经史无数的大劫都不能出来因为罪恶大呀。所以当受了这些果报之后，还要进到那个地狱中去。也有些地狱是出不来的，所以永远永生的出不来。佛说，所以四天王既然要担当这个护人护国的职责，你们就应当协助地藏王菩萨一起来教化度化众生，不要使这些众生被以上所说的种种的罪业来迷惑住他们。四天王听了以后禁不住热泪盈眶又非常欢喜恭敬赞叹地藏王菩萨不可思议的大功德，又之后恭敬向佛行礼告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这是第四品。第四品就到此圆满师父好，前面经文里边讲，有的佛寿命是6万劫，还有的呢是40劫。但是我们也有一种说法是佛无所不在，可以请师父解释一下，佛的寿命还有佛的无所不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真是很好很好。就是真正想学佛的人，我相信也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迷惑在里头，就不知道到底这个佛在不在。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人类的历史上，在2500年前出生对，活了80多岁，这是有历史记载的。那么之后呢，他这个肉体还是他也就在人间显示出去世了。那佛呢，他说的叫圆寂涅槃。像佛教所说的圆寂这个词呢，这个寂是回到绝对清净的状态了，圆是圆满。那涅槃呢，涅槃反而是永恒，就是回到它应该属于它的那样的一种永恒的，可是叫做无所不在的那个生命的状态，才是那个涅槃的状态。所以呢，它真实的存不存在的概念是指，它不但存在，它当这个肉体不能动了之后，反而它修炼成的那个境界是变成了叫无所不在。其实就是他的生命没有死的那一刻了，而是与整个宇宙共存，就进入到这个状态。所以在有不同宗教的人也是说，你们的佛有人类的母亲生下来之后呢，这肉体就去世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连佛教徒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他修成佛的结果就是永远的存在，并且永远的存在，还永远的帮助有缘的众生。这就是佛的状态，这就是佛真正的那种状态，而不是死亡。那个所谓那个相法时期，是佛与人类这个世间众生的一种新的教化的方式，
也有人说看到佛像的感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是胜过佛在世。我们今天假设说，我们今天假装我们是一个觉悟的人，是吧？你跟我有事儿，你问我，我们两个肯定要对谈。比如说我回答你的问题，你就说你的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像，我不会动，就是石头像，你问我任何事儿，我永远对统一一个表情，连表情都没变过。你可能就哇，感恩太神了，你可能感觉哇，我发麻了，我好像得到启发了，对不对？你是在一种叫自我自觉之中。但是当我们无论多高智慧，当我们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智慧差异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说不到一块儿，对不对？还有一个，当我和你一样，像一个人一样进行对答、问话、交流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种尊敬感，你反而就觉得你说的难道就是对的吗？所以当有人和他对答的时候，他不一定信任你，当不能对答的时候，又有像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种敬畏感啊。所以佛所呈现的不同的一种人看他的那种形象的那个状态，而不是佛真实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假象。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许度众生更方便。那你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度了无量的众生，其实佛教度众生最多，反而是佛这个灭度100到300年以后，可是度人是最快的时候那个时候甚至连佛像都没有，到后来才300年以后，佛陀灭度300年到500年以后，受到希腊神像的影响，希腊商人到了印度，包括今天阿富汗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发现你这个神灵这么神，他如果有个人形的时候，大家也好交流，有个崇拜感了，才开始雕佛像，是吧？就这样佛像出来了，大家与像交流那有了像交流之后，能度人就更多了。说你佛是谁呀？你看在这儿呢为啥不说话？一神就不跟你说话了，你这一句话就行了所以有佛像度众生，比有佛在世度人更多这个接下来就是靠大家的感悟了我的回答就这样吧。感恩师父，我们在这一品里学到，光目女通过供养、诵念佛号、发大愿，从地狱中救出了她的母亲。那说回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亲人有罪，死后堕入地狱了，后人怎么做才能让他离苦得乐呢？这个宏观上我先说概念就是整个人世间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因缘、业力、环境等各种原因使得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是人力所不能解决的。比如说重病了，有时候发现说吃药看医生这个什么化疗、放疗等钱也花光了，人也死光了，是吧？因为很多既是绝症就没得救，对不对？所以光花钱也不行，因为花钱是人可以做的，对不对？看医生也是人可以做的，只要有钱就能看，好不了。还有呢，就是尤其是死亡之后还包括人活着是否吉祥，这些都是人力所不能解决的。就没一个人说我坐车我就不会撞车，结了婚不离婚，没人保证，对不对？但有的时候这种佛力的加持，包括我找到个好工作，找到好对象，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证据案例都在那放着，就是将本来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本来说这个人可能要死了，结果又多活了若干年，比如多活10年，这个就不是一种巧合，对不对？那就是不得了。对，说这么多的这个证据在这里，这都是神力所完成的。所以呢，当我们的亲人去世之后，他已经去世了，你能给他干啥呀？你的力量，你这个听不到、看不到、不知道，而且没有办法。所以我教大家的方法就是求佛来帮忙。
这个时候的佛，尤其是地藏王菩萨，他的愿望是专门去救度，尤其是指恶道众生。这个恶道、恶趣就是指地狱，有罪的人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地藏王菩萨他的愿望从若干劫以来都没法用地球的年来计，不知多少辈子了，一直在救人在地狱，所以还不如求佛、求地藏王菩萨，将你的亲人给救出来。这里是尤其是讲到前49天，就是新去世49天以内，效果最好。要求佛力来加持，求地藏王菩萨将你的亲人去想方设法可以接引到极乐世界。但是你要做功德，因为他怎么去的地狱呢？是他犯的错太多。那你做功德的方法呢？就首先是心态，就是忏悔、知罪。你知罪才能忏悔啊，是吧？说我就没错我就是没错，你就不会忏悔，对不对？你可以替你的亲人知错、知罪、忏悔。第二个，佛前点灯；第三个，念佛、礼佛、供养。这个供养呢，就是供佛像放一些你觉得是吉祥尊贵的东西来供。说实在话，弄个宝石佛也不给你吃了，越供越灵呢，还对不对？只是食物呢，尽量别让老鼠给吃了能放容易比较保鲜的食物比较好一些。对，要有这种供养恭敬的心当然如果通过修行人和修行人道场，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道场它就是一个磁场，大家应该学过，当时20多年前日本有个江本胜博士研究水结晶的那个事儿嘛，对吧？他在这个修行的道场之中经常有修行人就是在这修炼做法，他这个里头这个磁场就对那个水的作用力是非常强烈的，对不对？包括修行人的声音对水的作用力都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道场它当中这个能量磁场是巨大的，所以对于帮助你的亲人解脱和赎罪是应该效果会更好。对，那所以明白的人呢，都会到庙里头尤其是佛教的庙里头，有正宗修行人的地方去供灯、去布施、去供养，是吧？那由新去世的众生往生之后，大家请很多出家师父来诵经、念经、超度，这些是非常起作用的。我也提倡大家去这么做，好吧？师父讲到了塑佛像还有画佛像这样的功德。供香、供花，这个能够理解，就是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恭敬的心。那塑佛像和画佛像这样的方式，为什么会有功德呢？这个佛像无论是画的还是塑造出来的，通常你在供到一个所谓洁净的地方，通常就不在家里头，是吧？像古人有家庙，或者他这个村庄的公共的庙，或者是直接是寺庙，是吧？它是有众人来供奉瞻仰，这他就有了佛像就能利众你在家里供的佛像是供你们的来利益你们的家族。比如说一个村庄有一个人家里头供奉了一尊佛像，这还是小的，是吧？家里头供奉了一尊佛像，全村都跟着沾佛光，大家都受到了护佑。就是这样。那还想请教师父，地藏王菩萨这样一位慈悲的大菩萨，在不同事里怎么总是遇到不明事理的母亲啊？这样的母女缘分，对菩萨来讲，它是一个助缘，还是一段让人遗憾的缘分呢？我觉得呢，从感慨角度来说，相逢就是缘分，就是既然有缘，就都是助缘。第一个概念呢，母亲对他人随恶，对鱼虾随恶，是对修行人随恶，但是对做孩子的，你的母亲就是佛菩萨。他在人间他做的罪过，足可以下地狱，对不对？
但是他对你的好就是佛菩萨，他一定是大慈大悲的。他舍不得吃，他给你；对，他舍不得穿，他给你买好衣服。那你自己看，你们家如果有女儿的话，你女儿穿的漂亮还是妈妈穿的漂亮？你想想，如果妈妈比女儿穿的漂亮，我觉得做的不对往往通常都是孩子比妈妈穿的好，对不对？是父母亲乐意花钱给孩子了，这是因为爱，这是父母的慈悲。那么第二个概念呢，不是因为做父母或年龄大就是一个慈悲的人，不是因为大就能开悟。咱从电影之中你发现老流氓、老骗子、老土匪，比修流氓、修新骗子、新土匪要很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因为年长年老他就成为善人，这个善是要有一个积累学习的过程。就像地藏王菩萨，他在累积着他的情感和他的那个愿望是越发越大，你发现了吗？是吧？实际上救入他母亲出地狱，让他母亲不受苦，最后说我要救一切众生。你看他是在递进这个过程，对吧？你做啥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呀。说你想成为跑步运动员，你跑得比别人快，你经历了多少跑步的这样一个训练呢？比如说成为世界冠军，成为一个国家的冠军，那你都从小跑到大，跑15年都不一定能跑出那个来。好，所以这个慈悲善良它也是不断的这个累积的，累积学习来的。因为人性的本性，它是前头那句话还记得吗？它是随着这个环境而转化的，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它是因为这环境使它成为善，使它成为恶，或使它成为不伦不类所以我们再说回中国历史上有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孟子的妈是个有见识的人，就为了他让他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头得到一个善良的成长环境，最后搬去了一个地方全是这个爱读书的一群人。这个孩子半年以后会背好几篇诗，好几个圣人的语言，他旁边的人呢都是一些善良文明的人，所以最后才成就了孟子的这个哲学思想的成就和伟大，说他就要利益天下苍生。这个孩子也学到了，是吧？所以他才有了这个孟母这个故事流传下来，是吧？还有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这个经常靠近刷红油漆的，你也容易沾上红漆，对不对？红色，加上经常接触黑地方的，一锅黑，尤其是中国过去造墨的，你一看他是造墨的，因为我脸上抹的、手上、衣服上都是黑色，就墨色，你就容易沾上这个色。可行为上也是这样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造人。所以人是没有定性的，那怎么办呢？就要去教化。教化，从菩萨来说就要去教化，从人来说你要学习。这里头我们还学到一点，要愿望，要有一个好的愿望，还有愿望别太低级了。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的中国人讲，那时候30-40年前连万元户都很少，就你家里存款很少有超过1万元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政府和人民的口号说做万元户，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口号就做万元户。等他赚了1万块钱，发现我有3万块钱的时候，就开始吃喝嫖赌，你就发现第一批那个万元户全倒了。怎么回事？他扛不住这样的一种富贵，连摩托车都买不起的时候，他已经跌落下来了，做了很多坏事了。因为他的愿望就是那么低，成万元户。他后来更不要说赚了100万的，赚了100万就疯了，就吃喝嫖赌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这种傲慢。我有钱我怕谁呀？当年中国流行，对不对？那当然就不行了，就他的人生就毁了。所以慈悲是学来的慈悲是学来的。还有就是愿望别太低而且不是金钱数字的愿望，而是高尚情怀的愿望，利益社会的愿望。
这个才是最好的。好，那祝大家幸福吉祥，身体健康，全家平安。我们下次再见。